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和志飞的播客。在前面的播客有一期我说到，我很不喜欢我在中国的女朋友她们找的老公，因为呢，她们的老公常常就是找不到工作，然后我告诉志飞，我说，我不喜欢他们，可能是因为我不喜欢我自己。因为我以前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的工作非常的不稳定。对，所以我在找男朋友的时候，我不可以接受一个男人和我一样非常不稳定。对，因为素清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，就是我不喜欢，我自己没有很稳定很好的工作，所以他们没有这么好的工作也不可以。对对对，所以今天要和志飞聊一聊，就是以前我们在找男朋友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不喜欢他们的一些东西，跟他们没有关系，是我们不喜欢我们自己的一些点，对吧？对，是的，是的。好，那我可以开始。我觉得有一点好笑，就是我觉得我交男朋友，我之前约会过一个男生，大概1年，我一直不喜欢他的一点，就是他很乱，就是他的衣服很乱，他家也很乱，他经常出门忘记带钥匙，不知道自己的手机在哪里。我那个时候就觉得不行，这个不太行，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可是为什么让我觉得这个不行呢？那是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很乱的人我经常不知道我的手机在哪儿，我的衣服也是我都不敢看，很乱很乱，我也不做家务，我的东西都是很乱的，所以我就觉得我可能在他身上看到了我不想要的，我应该要找一个很干净的很整齐的一个人，跟我非常不一样的人。这个很有意思，我告诉志飞，我说我也是一个很乱的人，但是我没有觉得这个有什么问题。对，我觉得乱，如果你是一个很乱，但是你还是干净的，我觉得没有问题。所以如果我找到一个男朋友，他和我一样很乱，我觉得 OK 没有关系，我觉得这样更放松。因为我有听过，我有2个学生，他们告诉我，每次他们去旅游回家，那你知道你有很多东西，你可能要把你的箱子打开，然后把衣服放这里放那里，然后洗一些衣服。对，那这2个学生呢，有一个他是一个很清楚的人，就是他一回家他要马上做这个东西，然后另一个学生呢，他是一个比较放松的人，他觉得我们刚刚旅游回家，我们应该休息。对，然后我现在看到我和我的男朋友，我们旅游回家已经3个星期，我们还没有整理我们的东西，但是我们都觉得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对，好，这个是第一点，对吧？对，你有没有呢？就是你对自己觉得不喜欢的地方，有，所以你不想要找这样的伴侣。有，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太矮了，然后呢，我也那个时候也真的担心，如果我有孩子，我的孩子也很矮，对，所以那个时候，但是你不知道，现在你不想要有孩子，对，现在我不想要有孩子，如果现在我想要有孩子，我觉得矮也没有关系，对，好的，因为我想，如果你是一个很矮的人，但你还是可以是一个很可爱、很幽默的人，所以我现在觉得没有关系。所以呢，因为我自己很矮，我不喜欢自己很矮这一点。然后我找男朋友的时候，我说，在中国的时候，我可能要1.7米以上。对，其实中国还是有很多男人可能1.6米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那个时候我不可以，我不可以接受。我非常明白，对，因为我的很多朋友都是想要找很高的男朋友，因为他们不喜欢自己很矮啊。对，然后他们也担心，
担心自己的孩子和他们一样矮。又很好笑。我好像以前跟大家说，我的前男友的妈妈不喜欢我，是因为我很矮。但是我的前男友说，志飞和你一样高，那你会希望你自己找不到男朋友，找不到老公吗？你为什么要觉得他太矮了？他跟你一样啊。那就是因为他妈妈不喜欢自己太矮了。对，是的。对，矮以前对我来说是一个我不太可以接受的点，但是现在我觉得没有关系，我觉得矮更方便。现在你觉得 OK？ 对，矮一点都可以。对，真的，现在如果我要找一个新的男朋友，我真的可以接受矮的男人。明白。因为我觉得高也没有什么用，然后高的人常常有高的问题，我觉得很麻烦。没有什么用。坐飞机的时候还是有用的，可以放东西。在很高的地方。但是高的人常常不喜欢坐飞机，因为坐飞机太累了。对，是的。然后高的人他们的背常常有问题。OK， 是麻烦。对，他们坐飞机要买比较贵的机票，因为这样子比较大，他的腿很长嘛。所以我跟我的男朋友去旅行，总是需要买很贵的机票。虽然我没关系，因为我很矮，如果是很小的地方，我也没有感觉。对，可是我们要买比较贵的座位。你呢？对，你觉得以前你不喜欢的点还有什么？没有很多。可能到现在，我觉得如果我要找男朋友，一个不喜欢工作的人，我会不太喜欢。所以你不喜欢懒惰的人？有可能。我突然想到，其实就是我不喜欢肚子很大的男人。我不喜欢，因为我自己的肚子就很大，所以我就看到自己，我就觉得，我们两个抱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没有不可能抱到对方，因为两个人肚子都很大，我觉得不行。就我的男朋友，就是他很喜欢运动啊。然后他的肚子也是很好看，那个我就很喜欢。那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不喜欢自己这一点，觉得不是很不太完美。很有意思。我觉得如果你不是经常健身的人，大部分的人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肚子，对不对？对。我是接受自己这一点。所以呢，如果我去找一个男朋友，一般来说我不需要他是一个身材很好的人。对。OK， 我突然想到，就是头发。我知道很多女孩，就是如果这个男人头发不是很多，他们就很难跟他们约会。你觉得是为什么？我不知道头发我真的不知道，因为我也喜欢有头发的男人。对。为什么呢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你呢？你有这个问题吗？没有，我觉得头发多头发少都可以。就我自己的头发，我是没有什么觉得自己头发有什么问题。虽然我的头发也不是非常好看。然后我没有很多头发，可是我没有想太多跟头发有关的东西。对，头发我觉得有很多人在意。我也听过有的人喜欢没有头发的男人。对呀。对，我也喜欢。你也喜欢。好，对，我比较在意头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觉得我的头发很好。素琴，你知道你很在意什么吗？什么？牙齿。对。我要跟大家说，我们去悉尼的时候，每次我们录视频，志飞你看看我的牙齿。对。那个时候我去西班牙的时候，我们要出门了，志飞你看看我的牙齿。素清还有一个小镜子，每天可以
看一看自己的牙齿，就是我看素清非常喜欢看自己的牙齿，看看牙齿上有没有菜。对，如果一个人没有牙齿，素清很快就可以知道，哎，他没有牙齿。对，我觉得我每次跟别人见面的时候，如果他的牙齿有一个问题，我会很快注意到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但是如果你说因为我觉得我以前是不想跟牙齿不好看的男生约会的，因为我以前的牙齿非常不好看，很乱的，很乱，对。那个时候我对自己的牙齿是不自信的，我不想要找一个跟我一样的男生。现在我的牙齿不乱了，很好看。所以我觉得如果他的牙齿有一点乱也没关系，我现在觉得这个没有问题了。我觉得我的牙齿比我的男朋友们都更好，所以不是说我看到他的牙齿不好，然后我就不跟他见面，不是这样。但是我会觉得，如果一个人他的衣服很漂亮，他的脸很漂亮，然后突然他笑，他的牙齿有问题，这个我不太可以接受，因为我会觉得，如果你真的很在乎你的样子，你的牙齿也很重要。是的。那素清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自己对自己不自信、不喜欢，然后让你觉得跟别人也不可以有，或者你不喜欢？我觉得有很多人他们在找男朋友的时候，他们会看男朋友的家庭，对吧？比如说在中国，有的人他如果知道这个男人他只有爸爸或者只有妈妈，他们觉得不好，这种家庭有问题。对。那我有一点不一样，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我的家庭，我觉得我的家庭很不好，所以呢，我每次去我的男朋友的家，我都觉得他们的家人好完美，好好。对，真的就是其实我2个男朋友爸爸妈妈都离婚，所以当然他们有他们的问题，可是我去的时候他们都很安静，都很温柔，这个跟我的家非常不一样。所以我现在还没有去过一个人的家里，然后我觉得很不舒服。每次我去男朋友的家，我都觉得比我的家舒服很多。我懂。对，我觉得我的家庭也是爸爸妈妈每天都要吵架，每天。那我以前也是跟一个男生约会，他跟他的爸爸妈妈有很多问题，所以我跟他聊天的时候就有点不舒服，因为很多问题可能我也有，但是因为他也有，那我们总是在聊这些，就让我觉得好累。所以我一直也比较喜欢找一个男生，他可以跟他的家人相处得很好，他们关系很好。对，我其实我的要求很低，我觉得只要他的家人不是那种很大声说话的人都可以，因为我的爸爸就是那种他没有办法沟通，他只会大声骂你的人，所以我很害怕这样的家庭。我觉得只要他们可以小声的说，我觉得就很好。对，我也是，我很怕发火。就是对之前约会的一个男生，他的爸爸很好，可是他会发火，就让我一下子就是你是谁？我不想跟你走得很近，就是让我有点害怕。因为我觉得在我小时候，在我的家里，我也是感觉不安全，就是很害怕的。所以我想在一个家，就是有家人的感觉，就是很舒服的。我们大家都可以很好的说话。对，所以我想可能因为我非常讨厌我的爸爸，就是有的人他们去找男朋友，他们找了一个和爸爸差不多的男朋友，对吧？对，但是我非常讨厌我的爸爸，所以我找的男朋友要和我的爸爸非常不一样。我跟你是一样的，我跟你一样哎。
对，很好，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找到一个跟你爸爸一样的男朋友，那你要重复以前很多不开心的事情。对，但是我们找了一个不一样的，所以呢，可能我们有新的问题，但是没有以前的那些发生过很多次的问题。对，我以前不能找非常高的男朋友，一个是脖子疼，因为我很矮；第二个是我的爸爸很高，就如果是一个很高的人，我会觉得就是我爸爸我不喜欢。那我的男朋友是很高的，不是非常非常高，比我的爸爸高一点。我一开始跟他约会一起睡觉的时候，我会有点不舒服。我会觉得这个是我的爸爸吗？因为他很高啊。对，我就很不喜欢。对。但是现在就还好了，就是可能也是我跟我的爸爸妈妈关系好了，所以看到我的男朋友很高，我不会觉得不舒服了。对，好。还有什么？我还要跟你说，就是以前约会的一个男生，我好像一直都在说，我以前约会的一个人，好像我跟很多人约会，是的，但是大家。我说的是同一个人，因为他有很多东西可以说。那他很喜欢我，他觉得我非常非常漂亮，但是我不是就是大美女。那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我有小小的鼻子，那他的鼻子是很大的，他不喜欢鼻子大的女孩。然后呢，我的脚是很小的，他也不喜欢脚很大的女孩。好，他也觉得女孩的脚趾很重要。就是如果你的第二个脚趾啊，这是手，我说的是脚。脚趾很长，他会觉得我不喜欢。然后我的脚趾不长，他也觉得很好。所以在他的眼里，他觉得我是一个大美女，因为他不喜欢的我都没有，所以不小心。对他觉得他有很多东西，很多要求。是的，那这个就是他了。他可能不喜欢自己的一些东西，他也不希望他约会的女生有。明白。我也有朋友，我觉得他们很有意思，就是他们去约会的时候，他们一定要找更大一点点的男人，可能大1岁。对，或者是大2岁、3岁，他们很难接受比他们小的男人。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不重要吧，我不理解。为什么呢？我不知道。不能接受比自己小的男人。我真的很不能理解这一点。是不是让他们觉得自己很老？有可能，有可能。我觉得也有一些人会，觉得自己的年纪太大了。那和一个小的男人在一起，那他们会觉得自己更老，我不知道。我觉得这个女孩可能是想要比较大的男人，更老的男人来保护自己。有可能。我是一直都不明白这个东西，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很重要。好。所以我们今天是想说，我们来看看自己不喜欢的是什么样的，然后为什么，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喜欢自己这些方面？对，是不是？是的。有的时候你不喜欢别人的一些点，可能是因为你自己不喜欢你自己。是的，对，所以现在我觉得我更接受我自己，现在我更喜欢我自己。那我觉得可能我对男人也更开放，就是他高或者矮，可能现在他的工作不稳定，或者说他的身材没有很好，我觉得现在可能我也觉得没问题。以前跟你约会的男人是不是可以回来了？素心现在 OK 了？不可以不可以，因为已经有男朋友了。你喜欢刚刚的视频吗？如果你喜欢，不要忘了去我们的网站。我们的网站有更多的视频，有各种各样的话题。
我们的视频从零基础一直到高级，还有来自很多不同地方的老师。我们还做了各种各样的系列，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人生故事，你可以看到经典的故事，你也可以看到哲学、文化等等等等。在我们的视频下面，你可以看到文本。我们的视频还有 KTV 的功能，我们给你准备了简体字、繁体字、拼音。如果你不知道一个词的意思，你可以非常快速的查询。如果你很喜欢某个视频，你可以下载音频，然后听很多遍。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记录你的听力时间。好，希望你快去我们的网站去看更多的视频。